电影就我口档次全都有。大家好，我是阿星，今天要给大家介绍的影片名字叫《天堂凹》。故事发生在30年前，那时的深圳虽然是个小渔村，但处处都是机遇，许多外乡人都来到这里谋求生路。故事的男主角德宝是个老实巴交的民工，每天以挖地道为生。一次机缘巧合下，他结识了女主金红。金红穿着时尚靓丽，是歌舞厅的头牌舞女，两人这样的身份似乎永远也不会有交集，但二人却有一个共同点，那就是他们都是偷渡过来的。最近德宝的工作有些不顺心，他一直脚踏实地的干活，但幸运从不眷顾他。工地老板卷款逃跑，工地物件被洗劫一空，同事福林的眼睛也在工作中不慎受到重创。在带着福林治眼睛的路上，德宝偶遇了一个漂亮的女孩雪梅，善良的雪梅借给了他5毛钱急诊费，这让德宝非常感激，一直记在心里。毕竟这是他来到这个城市里的第一份温暖。从那刻起，善良美丽的雪梅就住进了德宝的心里。转眼又过去了好几年，深圳的发展非常之快，德宝换了一份工作，成了一名玻璃清扫工。恰巧雪梅就是这家酒店的服务员，于是一次偶然的机会，两人又相遇了。他们相信这是命运的安排，渐渐变得亲近起来。雪梅还利用父亲在采石场工作的关系，帮助德宝进入采石场打工，接着又帮受伤的福林找到了一份按摩店的工作。一段时间后，德宝和雪梅都到了谈婚论嫁的年纪，但雪梅的父亲一点也瞧不上穷困潦倒的德宝。为了让德宝赶紧离开雪梅，他不断施压，德宝最终迫于压力选择和雪梅分手。这天工地爆破时有个炮没响，负责监工的雪梅父亲跑上前查看，结果被突然爆炸的巨石压在了下面。好在德宝不顾生命危险相救，这才保住了雪梅父亲的性命。这次之后，深受感动的雪梅父亲也同意了雪梅和德宝在一起，三人一起开了一家早餐店，生意简单却充实。但另一边，金红意外结识了一位大老板，老板承诺要带他去巴黎、香港，但其实呢，这一切都只是虚假的谎言。他的目的只是想让金红成为他的二奶。现在的金红不仅付出了青春，还变成了千夫所指的小三儿。落魄的他找到了德宝，请求他在人流承诺书上签字，帮自己打胎。德宝答应了下来。可他们去做人流时，正巧被带着父亲去看腿的雪梅撞到，雪梅非常伤心，当即搬家离开。而此时的德宝却对此事全然不知，他为了让雪梅过上好日子，苦口婆心地请求工地老板把之前欠自己的工资结掉。老板拗不过他，只好把手头上的2000块钱股票给了他。转眼到了1992年，当年的2000块股票直接翻了50倍，但德宝并没有贪图富贵，而是将赚到的钱全部归还给了老板。不久后，德宝转行在工地运送集装箱，也算是在这场深漂大潮中安定了下来。另一边，金红也变卖了一切，准备去往梦寐以求的香港。临走前，德宝把自己攒了多年的2万块钱给了金红，金红非常感动。虽然这笔钱不算什么，但在这样的地方还能感受到如此真挚的人情，已是超级难得。又是几年后，香港回归了，德宝与失去联系多年的雪梅再次相遇。此时的她已嫁作人妻，还生了个孩子。这次回来只是为了完成丈夫的遗愿。雪梅的丈夫也是个了不起的人，身为军人的他为国家统一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。可遗憾的是，他没能看到香港回归就因公殉职了。雪梅把丈夫的故事告诉了德宝，德宝听完后对雪梅的丈夫肃然起敬，也非常理解雪梅的选择。后来雪梅在深圳开了个鱼档，德宝也总是过来帮忙，两人减轻当年的误会后，将感情重新培养起来。后来德宝在深圳买了房，和雪梅结了婚，有房有妻有孩子。几年之后，德宝拥有了一个让人羡慕的小康之家。故事的最后，金红回到深圳当了一名导游。这天他在工作时偶遇了德宝一家人，看着憨厚老实的德宝终于拥有了他想要的一切，金红又欣慰又感慨。在这个高速发展的时代，人就像大海中的流沙，为了跟上水流的速度，总是容易迷失方向。像德宝这样一直脚踏实地，有着自己坚定目标的人并不多，即使有，也常常在生活中被人戏称憨憨傻子。可当我们回顾所有，再审视现在，却发现这样的人才是过得最快乐的，因为他们一直都明白自己想要的是什么，从不曾被浮华遮住双眼。好了，今天的阿星说电影到这里就结束了，下期节目同样精彩，小伙伴们千万不要错过哦。